欢迎来到本周世界黄金协会每周黄金市场监测报告的深度解读。本周市场最重磅的一个事件，恰恰是一个不存在的事件。由于美国政府关门，我们没有等来万众瞩目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一缺席，立刻将聚光灯打在了平时不那么起眼的 ADP 就业数据上，而它给出了负 32K 的负值，无疑给市场投下了一颗意味深长的重磅炸弹。这样的背景下，黄金市场势如破竹，连续第7周上涨，价格已经逼近了$4000心理大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报告中多个技术指标已经发出了潜在耗尽的警告信号。所以本周核心的看点就是在狂热的上涨背后，黄金的牛市还能持续多久？是会一举突破做出更高的历史新高，还是即将迎来一波深度的回调呢？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为您层层剖析报告中的每一个细节。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直接进入到报告的第2页，标题是您所需要知道的事。这里有2张图表，信息量非常大。我们先看右上角本周图表，这张图的主角是一个顶着金发的卡通人物，它代表的就是 ADP 就业数据。ADP 报告衡量的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变化，通常被看作非农报告的前瞻。图中的柱状图显示自2022年以来月度就业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柱子都在零轴上方，代表就业增长。但请注意最右边这根最新的柱子，它明显的掉到了零轴以下，读数为负 32K， 也就是减少了 3.2 万人。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第4次出现负增长。在非农报告缺席的情况下，这个数据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它直接强化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正在放缓，美联储将提前降息的预期。这个预期如何影响市场呢？看本页下方的这张综合表现条形图，这张图展示了全球主要资产在过去1周和年初至今的表现。我们从左边开始看，黄金本周上涨 3.1%， 年初至今累计涨幅高达 48.9%。 白银的表现更猛，周涨幅 4.2%， 年初至今暴涨 66.1%。 再往右看，原油的表现则截然相反，本周大跌 7.4%， 年初至今下跌超过 15%， 显示出市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美元指数本周下跌了 0.4%， 年初至今跌了将近 10%。 美元走弱是黄金上涨的重要推手。现在请看最关键的部分，美国国债收益率。 US2Y 代表是2年期， US10Y 代表是10年期。这里的单位是基点，负 7.0 代表了收益率本周下降了7个基点。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国债收益率下降意味着持有无息资产的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这对于黄金是直接的利好。总结一下第2页，一个疲软的 ADP 数据引发了降息的预期，导致美元和美债收益双双走低，这为黄金和白银的飙升提供了完美的燃料。接下来我们翻到报告的第3页，关于黄金的一切。这一页通过3张图表向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真金白银究竟流向了哪里。最上一张图是全球黄金 ETF 需求， ETF 是交易所交易基金，是普通投资者参与黄金市场的最便捷的方式之一。图中对比了10月3号和9月26号2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最新1周的深蓝色柱子全面超越了浅蓝色柱子，说明全球黄金 ETF 的持仓量在增加。其中北美和亚洲地区的流入尤为明显，显示出这2个地区的投资者正在积极买入黄金。中间的图展示的是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头寸，这代表了更专业的机构投资者的看法。净多头就是看涨合约减去看跌合约，数值越大说明市场越看好。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COMEX 的基金经理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户，
其净多头头寸都在增加，这说明专业资金也在同步做多黄金。最下面一张图是黄金 ETF 及期货期权的市场敞口。简单来说，它衡量了是期权市场中的看涨力量。同样，无论是 ETF 期权还是期货期权，代表最新一周的深蓝色柱子都更长，说明通过期权市场看涨黄金的资金也在增加。所以第3页的结论非常清晰，从散户到机构，从现货 ETF 到期货期权，整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在用实际行动为黄金的上涨投票。那么来看第7页，这是一张非常专业的市场表现与持仓的总表。对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说，这张表是宝藏。我们为大家解读几个关键的数据。我们来看黄金这一行，请注意 SAT score 这一列，黄金的读数是 0.86， SAT 分数衡量是一个数据点偏离平均值的程度， 0.86 意味着本周的涨幅比平时平均周涨幅高出 0.86 个标准差，是一次明显的上涨。再看净多头持仓的占比是 18%， 与前一周持平。但更有趣的是52周的 Z score， 这个衡量当前持仓水平在过去1年中所处的位置的指标是负 0.99， 说明尽管价格大涨，专业投机者的仓位在历史上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可能暗示着还有进一步加仓的空间。这张表格通过量化数据为我们第2页看到的市场表现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深入到黄金的驱动因素，请看第10页，这是 COMEX 的持仓详细图表。这张图表展示了更长期的持仓变化。紫色的部分是基金经理，也就是投机者的净多头，蓝色是其他大户的净多头，黄线是金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24年底，随着金价的攀升，紫色的投机性净多头的仓位也在稳步增加，这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投机资金是本轮上涨的重要推手。右侧的数据框给出了最新的具体数值，截至9月23日，基金经理净多头为493吨。为了从经济学的层面理解金价，我们来看一下第11页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张图表非常有价值，它将金价的涨跌分解为几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我们看最右边，本周金价实际回报是 3.31%， 模型解释了其中一部分，比如机会成本利率方面贡献了 0.17%， 机会成本外汇方面贡献了 0.61%， 这都和我们之前所说的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下跌相吻合。但是请注意上面的残差 2.73%， 这个巨大的残差项意味着本轮的涨幅大部分是传统的经济模型无法解释的，这通常指向2个因素。第一是市场强大的上涨惯性本身，也就是技术性的买盘。第二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比如报告中提到的美伊局势紧张等地缘冲突，都为金价提供了额外的支撑。在第12页和第13页，报告对黄金的2大核心驱动因素美元和实际收益率进行了技术分析。第12页的 DXY 美元指数周线图，这里显示美元指数正在一个关键的长期上升趋势线的附近进行盘整。虽然短期指标 MACD 显示有反弹的可能，但报告的观点是这更像是一个下跌的中继，最终大概率会跌破支撑。第13页的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周线图也呈现了类似的景象。实际收益率也就是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胀预期，是持有黄金的真正机会成本。它目前也在 1.59% 这个2年的关键支撑位上，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将为黄金打开巨大的上涨空间。第14页的美国10年期通胀预期的图表则显示，市场的通胀预期近期在走弱，这通常会减轻黄金作为对抗通胀工具的吸引力。但如果这是由于经济放缓引起的，那么避险需求反而会上升。第15页的图表非常劲爆，左边是白银的月线图，
显示白银价格已经无限接近其2011年创下的历史高点，右边是金银比的日线图，这个比率正在持续下降，意味着白银的涨幅超过了黄金。这在历史上通常被认为贵金属牛市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的信号。第18页的 COMEX 期货持仓数据的明细表，这张图表非常详尽，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府关门，这份数据截止到9月23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重点看一下基金经理这一类，截止到9月23日的那一周，他们的净多头仓位其实是小幅减少了 5.8 吨，这提醒我们在价格大涨之前，部分基金经理可能进行了一些获利了结。第19页显示，仅在过去一周，全球黄金 ETF 就流入了 42.1 吨，约54亿美元，其中北美是绝对的主力。第20页则展示了年初至今的流量，全球累计流入高达630吨，约657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表明了今年以来投资者对黄金的持续看好和配置的需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11页黄金市场的交易量。这张图表告诉我们，9月份全球黄金市场的日均总交易额预计达到3852亿美元，远高于8月份的2897亿美元。成交量显著放大，伴随着价格在上涨，这通常被认为是趋势健康的标志。好了，在详细解读了所有基本面和资金面的数据后，让我们进入到交易者最关心的部分，技术分析。请大家聚焦于报告的第6页，这张黄金现货周线图是本期内容当中的重中之重。首先，从价格形态上看，金价已经连续拉出了7根阳线，成功突破了前期3840美元的三角形技术阻力位。上周五的收盘价已经来到了3886美元，这个趋势力量一目了然。图表上标注了几个关键的阻力位，首先是3900美元整数关口，然后是4000美元的强心理关口，而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性目标价位是在4023美元，这里是40周移动均线上方 25% 的位置，历史上多次成为牛市阶段性的顶部，但是风险也是在这里累积开始的。报告的标题明确指出，黄金的涨势正在显现出潜在耗尽的迹象。最核心的证据来自于图表下方的 RSI 相对强弱指标。对于新手朋友来说， RSI 是一个衡量市场超买或者超卖的指标，通常高于70就意味着超买。而现在请看图上，黄金周线 RSI 已经深入80以上的严重超买区域，这意味着金价在短期内上涨的过快过猛，市场情绪可能过于狂热，积累了大量获利盘，回调的风险正在急剧增加。这个观点在第16页的关键技术表当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这张表总结了各大资产的关键技术水平，请看最后一列9周 RSI， 所有被标红的数值都代表处于超买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 RSI 是 84.98%， 白银是 89.55%， 甚至连标普500、纳斯达克、日经指数、沪深300这些全球主要股指，其 RSI 也都处在超买的状态。这描绘了一幅全球风险资产普遍过热的景象。所以我们的技术判断是，黄金的中长期上涨趋势依然稳固，但短期内由于技术指标严重超买，市场极有可能在冲击4000美元关口的过程中迎来一波获利了结，导致回调或者高位盘整。对于交易者来说，当前位置追高需要非常谨慎，而稳健的支撑位则需要关注的是3761美元和3684美元。展望下周，市场的焦点依然离不开华盛顿。请看报告的第5页，未来一周展望，左侧彭博共识预期。这个表格当中列出了下周将要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并且按照重要性进行了排序。右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为我们画出了重点。首先，美国政府的关门状态将继续给经济数据蒙上阴影，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周三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会议纪要就成为了最重要的风向标。投资者将逐字逐句的分析纪要的内容，寻找美联储内部关于未来的利率路径、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的任何蛛丝马迹。除此之外，欧洲央行也在周四公布会议纪要。日本的劳工收入数据和中国的信贷数据也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将共同描绘出全球宏观经济的全景图。可以说，目前市场正在处在一个牛市与风险并存的关键节点。那么你对市场的未来走势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黄金会一鼓作气突破$4000，还是会迎来一波深度的回调呢？欢迎你在评论区下方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探讨。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市场解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